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Cleo， 现在是河内的早上8点钟，你可以听到路边有好多的声音，汽车的声音，还有摩托车的声音。早上8点，整个街上已经非常热闹了。然后今天早上我要去喝一杯鸡蛋咖啡，我从来没有喝过这种鸡蛋咖啡，我很好奇它是什么味道。然后吃个早饭，然后在街头转转拍照。我要去一个大教堂，还有一个歌剧院。好了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旅行吧。我越南之旅的第2天，从一份非常丰盛的巴米，还有一杯鸡蛋咖啡开始。这是我第一次尝试鸡蛋咖啡。说实话，当我第一次听到鸡蛋咖啡的时候，我其实很难想象它的味道，甚至有一点点的抗拒，因为我想，鸡蛋咖啡它会不会有鸡蛋的那种腥味？但当我第一次尝试的时候，我发现完全没有鸡蛋的腥味，是非常清爽的味道，有点像拿铁的味道。上面是一层很厚的淡奶泡，然后口感是很绵很密的奶油的感觉，然后有点甜甜的，有点冰冰的。我非常喜欢这个鸡蛋咖啡的味道。然后我还吃到了我觉得是全韩岛最好吃的巴米。这家店是我在路上闲逛的时候偶然看到的，但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它在 Google Map 上面的评分很高。我去的时候老板其实还没有正式开门，然后我早上过去的时候，老板对我说可能还需要再等10分钟，他在准备食材，比如说冰块呀，还有面包啊之类的。然后我点的是蔬菜蘑菇口味的。谢谢 ，Thank you。Thank you。我这边点了我的早饭，一杯越南的黑咖啡，然后这个好像是一个辣椒酱，还有最经典的巴米。我现在的早餐店不是上次我去的早餐店，这是另外一家咖啡店，也非常推荐。我已经来了第2次了，第一次是第1天的晚上，我在这边喝了一杯果汁，也是在这个露台上，是在晚上的时候。然后现在其实是第3天，然后我在回顾前2天的旅程。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？我们说到第2天的早上，也就是昨天早上我去的一家巴米的早餐店，对吧？然后老板还没开门，他说让我等10分钟，然后对了，然后我就吃到了全韩道最好吃的巴米。它的法棍非常的酥脆，然后里面的蘑菇和酱啊，还有蔬菜啊，分量也都特别足。然后后来我还去看了一座法式的大教堂，非常的宏伟。然后接着我去了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Maison Centrale， 这是法国殖民时期建造的监狱。
最早是用来关押越南的革命者。后来在越战的期间，这里也曾关押过美军飞行员。现在它被改造成了博物馆，里面保留了当年的牢房、刑具，还有很多真实的历史物件。我买了一个语音讲解，戴上耳机之后，你能够一边走一边听这段历史。如果只是看到历史书上的年份，可能1940年、1950年，我不会有太大的触动，因为我感觉好像是离我很远的历史。但当我真正站在那个空间，我看到了以前的人，以前被关在监狱里的人，他们用过的东西，他们用过的碗，他们穿的衣服，他们睡过的床，甚至还有当年用来执行死刑的断头台。那一刻你会突然意识到，这些人都不是抽象的历史，而是真正发生在某些人身上的事情，是真正存在的事情。他们住在狭小冰冷的空间里面，食物可能只有一点点稀饭和水，女性甚至还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面照顾孩子。然后当你开始去想这些细节的时候，历史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具体，也很沉重。而且中国和越南有一些相似的经历，所以当我在这个 Maison Centrale 看到很多细节、很多具体的事件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到非常的熟悉，因为这段历史也曾经在我的国家发生过，所以我在河内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也不自觉地会想到我自己国家的过去。然后在展览的最后有一个室外的空间，大家可以上香纪念那些逝去的人。我也默默点了一支香，算是一种很安静的告别。然后从监狱出来之后，我又回到了街头继续闲逛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歌剧院这里。它也是法国殖民的时候留下的建筑，所以昨天我真的走了很多路。本来第一天在大巴车上，我打算试一试河内的 Grab 摩托车，试摩托车，但我发现我真的太爱走路了。我昨天一直在走路，而且河内它不同的景点之间隔得也很近，可能走路10分钟、20分钟就能够走到。比如说环建湖啊，或者小火车啊，或者老街这边，相隔的距离都非常近。在一路上你还能看到很多藏在老街里的小庙。我还去了环建湖，有一瞬间我觉得我感觉回到昆明了，因为真的很像昆明的翠湖。有很多大爷大妈在下棋聊天，甚至睡觉。我觉得越南人民也非常喜欢随地乱睡，可能在摩托车上面，他们会在摩托车上面睡着，然后在街边你也能看到很多睡午觉的大爷们，非常的悠闲，非常自在。然后晚上的时候，老城区就变得特别热闹，跳舞的、唱歌的、喝酒的、吃饭的、聊天的人特别多。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特别小的画面，就是我当时走过一个老城区，有一家卖画的，可能是书店啊之类的，里面就全部都是字画。然后在那家小店的旁边，在那家小店的外面，就全部都是酒吧，然后好多人在那边唱歌、跳舞、喝啤酒，反正很吵。然后里面卖画的那个阿姨就在那边，感觉她快要睡觉了，她快要睡着了那种感觉。
乐声、人声、摩托车声全部都混在一起，很吵、很乱、很鲜活。但那个阿姨她就那样静静地坐着，好像是在看一场很大的3D 电视，然后看到一半的时候还差点睡着了的感觉。然后前天晚上又突然下了暴雨，我觉得下暴雨的那一瞬间就全部的人都逃走了，好像街道立刻就空了。好啦，现在是第3天的早晨，我要开始我的第3天的越南之旅了。这是一杯咖啡。好，那这期视频我带大家回顾了我第2天的旅程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。然后你那边现在几点了？因为中国和越南有1个小时的时差，所以我感觉我最近特别在意时间。所以你那里几点了？你吃早饭了吗？你今天干了什么呢？好啦，那我要开始享用我的早餐了，我的咖啡还有我的巴米。然后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，然后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。我是 Cleo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这个咖啡馆。街头有好多的人，现在是早上，对面可能是一家布料店。然后这是我的早餐，一杯咖啡，一个巴米，还有一个辣椒酱。